哎呦，呵，呀，这个都长成树了，我靠！大家好，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在家种的油麦菜，它已经长成树了。还有我那并不存在的肱二头肌，在路上 on the way。OK，so 我们今天呢把这个油麦菜拔了，然后我发现它这个下面好像长成莴笋了耶，它是粗的，所以我今天打算把这个油麦菜的菜叶和这个莴笋分別做成2道菜。但是油麦菜底下这是莴笋吗？我闻起来就是很像莴笋的味，很香。很浓的一个味道，而且我种的这个油麦菜它是红色的油麦菜，你看它的颜色是红色的，它不是普通绿色的油麦菜。大家说这个莴笋和油麦菜的这个梗是同一个东西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今天就打算把它们都炒来吃。我们现在基本上都不用出去买菜了，家里的这个羽衣甘蓝、油麦菜还有西兰花芽苗。每天就是輪着吃，再過幾天，咱們家的黃瓜、苦瓜也就都長起來了。今天我們先做這個。這個油麥菜梗洗完了以後切段，它看起來就是像莴筍啊，聞起來也像莴筍，嘗起來也像莴筍。然後我打算炒自己做的這個臘肉，然後這個葉子做一個清炒，搞了一個活的大眼紅斑，還有芝麻蝦。我們現在蒸魚加炒菜，今天的菜非常簡單，就是蒸個魚，然後炒2個青菜，其實就是1個青菜，就從後院拔的油麥菜。我昨天脖子又扭了，所以我今天這個非常之僵硬。把這大眼紅斑放進去，你看大眼紅斑眼兒就是大，它為什麼叫大眼紅斑呢？因為它眼兒真的太大了，眼睛不是眼兒。因為這魚比較小啊，我們就蒸10分鐘就好。這油麥菜的梗真的是和莴筍一個味道，你嘗嘗。富貴覺得也像莴筍，所以油麥菜和莴筍是一個東西嗎？味道都是一樣的，但是它比那個莴筍要細要嫩。我們冬天的時候弄的這個臘肉已經快吃完了。又快過年了，又快過年了，還有半年吧，哪兒又快過年了？臘肉煸出油脂以後呢，我們放入蒜末和辣椒，放點蒜，放點辣椒段兒，把它炒香。爆香以後，我們就把我們的油麥菜梗倒進去。3顆能做出這麼多？5克，那是非常的厲害。它關鍵是它特別嫩，特別脆，你知道有些莴筍中間它是空的，長着長着就太粗了，以後中間是空的，就老了就不好吃了。這個就特別的嫩，撒點鹽就可以出鍋了，非常的簡單。呵，我這脖子，我這又得去找關醫生。然後我們把這個葉兒給炒了啊，這葉兒我們就簡單一點水油燜它一下，也不用爆炒。就我特別喜歡用這個油浸大蒜，我們蓋上蓋子燜它。最後一步啊，我們油潑我們的魚。魚已經蒸熟了，富貴，你看看，這叫蔥絲，蔥絲，你那不叫蔥絲，我這叫蔥絲。你上次切的蔥絲，還非要親力親為，你切的蔥絲讓大家震驚了，你知道嗎？驚呆了，真的是。我們加點兒蒸魚豉油，先加點蒸魚豉油。我們特別愛吃這個蔥，所以蔥就多加了一點。蔥比魚好吃。蔥比魚好吃。哇！
這崩的。哎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饭：芝麻虾，每日必吃的西兰花芽苗，还有 Jessica 送来的台式泡菜，大眼红斑，油麦菜杆炒腊肉，还有这点油麦菜，这油麦菜一炒没了。开饭了，今天的饭超级无敌简单，有没有？稍微热一热就熟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夏天 Vegas 特別熱，除了氣泡水下得快以外，我們的這個冷泡茶下得也特別快。我每天都會泡2包秀珍姐給我的那個冷泡茶那個茶包，我上次在湖景喝的特別好喝，然後夏天喝這個特別好。冷泡茶就晚上泡上，第2天就可以喝。辛苦了，富貴，你今天我辛苦什麼呀？你買魚，你買魚去，買魚辛苦，對。健康飲食，我們不吃不喝酒。你看我們今天除了臘肉都沒有別的肉了。我們現在已經很久沒喝酒了啊。就是為了我的這個肱二頭肌，看我這肩膀練得還行。嘗嘗，來吧。大眼紅斑好久沒見到了，所以今天看我們那個海鮮店有賣活的大眼紅斑，我趕緊讓富貴去買。大眼紅斑的肉特別嫩，對它也不知道為什麼它不是經常有，它不是經常有，它反而東星斑經常有，什麼還有那個叫什麼筍殼多寶魚經常有，類似萵筍的這個東西，非常不錯。這個好好吃啊，好像就跟萵筍感覺差不多，而且萵筍更脆更甜，好吃。它比萵筍新鮮啊！你這個是直接從地裡拔的。那 Jessica 昨天送來的台式泡菜，我們昨天就已經開始吃了，特別好吃。今天繼續吃。他送來了一大罐，然後這個台式泡菜做的是酸甜口的。這是 Jessica。昨天 Jessica 來，我還分享了我們的菜。昨天屬於是農作物交換，農作物交換的健康局。這個就是臭豆腐。這個泡菜應該是配臭豆腐。昨天 Jessica 一直在說弄點炸豆腐啊、臭豆腐，比較好。這就是臭豆腐的泡菜。哎，你看你這個魚擺的挺有水平。那你看魚頭，衝着誰？魚頭衝着我。厲害人物。那我就是厲害人物嘛。這是按照國宴、家宴、牛逼宴的標準。你這國宴呢？國宴，國宴這擺盤也就這樣了，用的這個盤也就差不多這個水平了，頂多食材比我更好一點。說到國宴，特朗普前幾天不是訪華嘛，去中國了嘛，帶了好幾個人，黃仁勳，然後馬斯克，那都是企業家，大家知道還有誰嗎？我那天看到他們的照片。竟然還有我們原來，嗨壯壯，竟然還有我們原來合作的一個好萊塢的一個監製叫 Brett Ratner， 就是他們有一天晚上是辦國宴，然後那種大桌的，然後那個桌盤啊，上面就有 Brett Ratner，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，他也有桌盤，然後特朗普也有桌盤，就中國給他寫叫特朗普，就川普也有桌盤，然後 Brett Ratner 也有一個桌盤，他也是坐在主桌上的，開玩笑呢。我一看他發的照片，我就覺得特逗，因為我還看到一視頻呢。視頻就是他們是去哪兒啊？反正是我不知道是去哪兒，反正這邊是習近平，然後這邊是川普，在旁邊就是 Brett Ratner， 在旁邊，他是站在他旁邊的，走那個紅毯的。他算翻身了，因為他之前有陷入過一個不太好的醜聞，局面非常之不太好看。我們一直以為他就可能就不行了，因為我們另外一個朋友跟我們說，他好像當時被華納是已經除名了，是吧？對，就他公司已經不在華納那個院裡了。當時他就最親近的那個有一個那個華裔，他那個就是他那個助理，他的助理，我們還當時還見過，當時還見過他呢。全都走了，他身邊的人都覺得，哎呀，他這不行了，就是徹底完蛋了，就大家都覺得。沒想到人家現在跟總統玩了。對啊，人去年拍了一個那個第一夫人紀錄片呢。所以我跟你說，這個人你得看長遠。就是你那個時候他不行了，
你如果是他的朋友，那你可以不支持他的行为，但是呢，你不能说，比如在朋友最危难的时候，你還踩一脚。不过的确是他这個事兒，的確這也是挺有爭議的哈。但是就是說這個人啊，真是30年河東30年河西，這他能爬起來，還能爬到特朗普旁邊，我覺得真的是挺厲害的。所以我跟你說，這就是人的格局。不過娛樂圈也就是這樣，就是都是這樣的。你好的時候，你身邊都是好人。你不好的時候，你身邊就沒有人了。等你再次輝煌的時候，再次偉大的時候，你身邊有很多更好的人全出現了。就是這樣。人就是現實嘛。娛樂圈，你不用說娛樂圈，就現實生活中也都一樣嘛。你說起這個格局，你說你覺得，什麼叫格局？我們今天吃飯要聊得這麼嚴肅嗎？瞎聊唄。格局啊，那格棋盤不都有格嗎？就是你的一個框架嘛，你的這個人生的一個框架。那局呢，就是一個方法吧，做局。你這個局，你就是面對這些事兒的一個方法，一個態度，所以就是你的整個一個對這個世界的一個認知的一個框架，以及對它出現問題的一個解決方式吧。我也不知道，我覺得是。我覺得好多人啊，認為格局可能就是啊，你這個人，比如說挺牛逼的，你說的話都是那種很大的話，你每天談的都是國際形勢。高談闊論，政治局勢、金融危機，對，走向一談都是幾千萬、上億、十幾個億、幾百億的買賣，這可不是格局哦。對，我覺得這個其實跟格局沒有什麼關係。有人覺得我說點牛逼的話，說點就是別人聽不懂的話，我格局就比別人大。你說格局是啥？你這個臘肉真好吃。這就是你的格局，就是每天吃點啥喝點啥，哪個好吃哪個不好吃，這個格局大呀。這人就是靠這3頓飯活着。對啊，你這個7情6欲吃什麼，每天吃什麼幹什麼，食欲很重要。我覺得格局啊，不是說你看多遠，是說你能夠容納多少。我覺得這是一個人的格局。比如說你開車就是插隊進來了，死活不讓，然後甚至比如說他就硬擠進來了，你還得咬下窗戶，然後罵他2句啊什麼的。有的人呢就是你就插隊唄，插队那我就讓你插進來唄，我这車上該聽我音樂還聽我音樂，我該幹什麼幹什麼，不因為他的這個行為影響自己的心情，對，消耗自己的情緒。那你說前面那個人他是不是他最少得生氣20分鐘吧，為這事兒，是不是後邊那個人就有格局？那後邊那個人其實他就是說不消耗自己的情緒，對，不被別人的一些錯誤去左右自己的情緒，對，他覺得不值得，因為你再生氣沒有用，前面人他已經進來了，他該走他還走。所以說這個格局的體現並不是在於多大的事兒，你處處都可以體現格局。格局這個東西大小，它和這個人的財產、財務、經濟狀況或者是眼界有關嗎？我覺得有關係，但是不是絕對的關係。就當然咱們不以經濟論把人分成3個等啊，但是窮人看問題，他總是看這個當下的過程，富人看問題是看結果。我覺得應該這麼說吧，就有些人只能看當下，有生活所迫，還有各種東西，他只能看眼前的這個利益。但是呢，我覺得我並不認為就是說這個人的格局是和金錢和眼界有關，因為你看，其實很多，比如說老一輩的阿嬤呀，或者是老人家，你會覺得他是有大智慧的，但是他其實可能一輩子都沒有走出他那個山溝溝，他那個村落，但是他為人處事什麼的，他是有大智慧的。但是的確，我覺得像富貴說的，像那種小的地方走出來的人，比如說農村或者是一些山溝溝裡，因為他的這個信息的闭塞，每天他能幹的事兒就只有七大姑八大姨嚼舌根，他只能幹這些。比如說同樣一件事情，有些人看這是個損失，可是有些人看到的是機會，咱們大的不說，咱們就說這個做 YouTube 這個節目這個事兒，那有些人可能關心的是，我今天漲了幾個訂閱呀，我今天這期節目有多少收看量啊，
我今天這期節目賺了多少錢呢？有些人看的是眼前的這個東西，他可能覺得我今天這個節目我可能掙了1毛錢，咱們打比方啊，掙了1毛錢，我不行，我掙5毛錢，我高興，我為了這個5毛錢，我得想盡辦法掙這個5毛錢。可是你知道還有人看這個問題是說，我現在慢慢做，我不在乎的是今天涨多少個訂閱，我不在乎的是今天賺多少錢，但是我要想到我3年以後我這个頻道還存不存在，我3年以後我未來應該怎麼走，對，這3年我應該怎麼走一條路才能夠慢慢的把它成長起來。有人可能就是說就抱怨，就是說哎呀，現在這個 YouTube 這個算法變了呀，這個平台不推薦吶，然後觀眾的口味變了呀，就是他總是在抱怨這些東西。可是你知道抱怨你是解決不了問題的，因為你要做的是你怎麼能把它解決掉。比如这個員工做一件事情，然後呢跟老闆可能說，哎呀，是因為我比如現在是什麼環境不好啊，或者因為什麼，比如說某部門或者某人他們不配合呀，或者說就是永遠在找理由，一大堆理由。但你所有的理由是想證明你做錯這個事情你責任小，但是你知道老闆真正關心的是你做錯了就已經做錯了。我們不再揪這個做錯怎麼着，是你做錯了以後怎麼解決這個問題，你怎麼想辦法你去解決它，你給我一個好的結果。另外一點呢，就是指的是容人的一個胸襟嘛，千人千面，包容，對，千人千面，你要允許別人和你的想法不一樣，對，要允許別人不喜歡你，要允許別人和你不一樣，因為你一去計較這個東西，你就陷入了自己的一個鬼打牆一個漩渦裡面，就是讓自己不開心的一個漩渦裡面。比如說有人喜歡你，有人討厭你，有人理解你，有人誤解你，對，因為別人的想法，你不要試圖去改變別人的想法。其實歸根結底就是理解人性的複雜，包容差異吧。很多人喜歡在網上跟人吵架，就是你吵來吵去，你能吵出結果來嗎？你吵不出來。你如果說你面對面的戰，你說你打一架，你能分出勝負來？沒有意義，真的沒有意義。是不是？但你網上你吵3個小時、4個小時，把自己情緒吵壞了，沒有任何意義。每個人的這個精力、精氣神都是有限的。你如果把這個精力完全都是佔用在了和這些不相關的人去爭鬥，我覺得浪費時間、浪費精力。比如說人落魄了、失敗了，有的人可能就一直萎靡不振，就一直這麼下去了，就是在抱怨自己命不好，而有的人呢就可以說我重新站起來，我重新爬起來。這就是為什麼有很多人受過挫折以後，經歷過失敗以後，他反而他的格局、他的這個心態就變了。就為什麼人的格局會不一樣？和原生家庭很有關係。有啊，真的有啊，因為你的環境不一樣。這個的確是，而且再有就是你的家庭教育。但是呢，你知道這個話題我們要辯證的去想。的確，你的出身沒有辦法去選擇，你的父母有可能就是一個很狹隘的人，但是這個人因為在成長的過程當中，其實我們是一直在不斷的提高自己的認知，不斷的是去自救的。自救在一個成長的過程當中，其實是可以知道自己原來的家庭給的一些想法，狹隘的眼界其實是不好的嘛。但你知道這裡邊有一個最關鍵的問題，就是當你在那個環境裡邊，你並意識不到你的格局有問題。也就是說，我們老說井底之蛙，井底之蛙，就是你在你那片天空裡邊，你看到的天空永遠只能看到眼前1畝3分地兒，對，那麼大。所以當人走出去了，你才發現世界是不一樣的。就是你走出了你的這個小圈子以後，你接觸到的東西不一樣了，你可能會知道原來別人是這麼生活的，別人的想法是這樣，而不是我們家二大姨跟我說的這個人就應該怎麼着。想法開闊了以後，你可能就不會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我二大姨說了什麼，我二大姨說我二姨夫不好。對，就是人要多出去走，去看看不一樣的世界，處事方式，然後世界的運行方式。格局的形成呢，還有一個最關鍵的問題，就跟小時候你接觸的都是家庭的人員，等你長大以後呢，你接觸的人對你的格局會有很大的關係。圈層
圈层很重要。我覺得這個圈層它不是說我要去夠我夠不着的那個圈層，不同的階級，我覺得這個圈層就是你是一個市井小民，你依舊可以是有一個大格局的，但是你一定不要去教那些本身這個人就有問題的，因為他會把你拉入人際關係的漩渦，消耗你的精氣神。遇到事兒情緒不穩定，我覺得這一點你提出來的特別好。情緒穩定不只是說你這個人的性格好不好，它還包括了你對待問題的態度，以及遇到問題怎麼去解決。其實這個也是一個格局的體現嘛。你如果說反思能力嘛，對，就人的反思能力。对，就跟2個人離婚，有個人可能就是说，哎，就是你不好，你怎麼着，你互相指責，二不好，三不好，就是他所有的東西都是在指責別人。我覺得這種人呢，就你再婚800次，也都是失敗的。我就覺得人其實你要遠離幾種人，我覺得其中一種呢，就是說你要遠離那種，就是你知道有的人是永遠覺得自己是受害者，就他比如生意不好，他說是大環境不好，別人害的，他工作不好，他說是老闆害的，然後他婚姻不好，說是另一半害的，這種人就是身體不好，說是環境空氣不好，這種人本身就是充滿了負能量，完全是不能交，因為你和他在一起你会非常的累。对啊，就是你知道他们的世界裡边，就是所有問題都是來自別人，但是自己沒有問題，自己就沒有問說我自己能做什麼呀？為什麼倒霉就是我呀？就你長期跟這種人在一起，會消耗你的能量。我覺得這種人是要遠離的。還有一種人就是見不得別人好，嫉妒心強，見不得別人好，別人好了嫉妒，別人不好了要踩一腳。對啊，就是你比如說你說你買套房子，他肯定就說，哎呀，你這個房子沒準，哎呀，明年現在房市那麼不好，沒準明年就跌了。就他不會說鼓勵的話。你知道這點，我覺得美國人有一個優點，就是不管是真假，永遠都說鼓勵你的話，永遠都說好。對，你就是見到你，哎呀，你的孩子真漂亮啊，其實長得跟歪瓜裂棗的，跟南瓜似的，就說哎呀真漂亮啊。誰家孩子長得像南瓜呀？對，然後就是說，就永遠是說別人鼓勵的話。其實這個話其實你不一定是真的，80%都不是真的。是不是開心？是不是？因為你說別人不好，他跟你也半毛錢關係沒有。你說非要去說一個讓別人不舒服的話，對，這就是你的問題。對，你說別人好，別人也開心。對，有的人就旁敲側擊的去陰陽別人，假裝安慰你，或者是假裝指導你的一個心態去貶低你，這種人就一定要遠離。你最好的辦法就是他說的就是放屁。我是從來不在意別人去點評我啊，或者是說什麼就這些話的，我完全不在意。你愛講啥講啥，我不 care。你喜不喜歡我，我不 care。但我跟你說，你誰呀你？這種人你不好的時候，他會安慰你，因為他覺得，哎，他比你好了。對，我得安慰你，就是我是你的朋友吧，我要安慰你。哎，我沒有這種朋友。你知道這種人也不會成為我的朋友。真的是很我也不需要你的安慰，因為我覺得 I don't give a fuck。你知道還有一種人要遠離，每天都是拿嘴說，從不行動的人。就每天可能哎呀，聊股市，聊房地產，聊 AI， 聊創業，然後說的都頭頭是道，說我今天要幹什麼，明天要幹什麼，我今天要怎麼只出一張嘴。哎，就是我的宏大的，比如說未來1年、2年、3年遠大的目標。我覺得這種人呢，都拿嘴說出來了。但這種人呢，就你知道和我沒有關係，他就是單純的愛吹牛逼，他不會傷害到我。他愛吹牛逼，他就吹牛逼；他愛幹嘛幹嘛。我覺得有一種人，他是一定要遠離的，就是背後搞小動作，或者是半背後搞小動作。就比如說，他以朋友的身份在你旁邊，但是做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事兒，或者是背後氣勢抽抽。因為這種人一定是會把你拉入人際關係的漩渦的。我覺得就是人際關係真的是一個非常微妙的東西。我有一個原則，就我交朋友，我從小到大，因為我小時候我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孩子，就是我非常在意別人的看法。但是後來我發現，我在意別人的看法這件事情是會消耗我的精氣神的。所以我後來就慢慢長大，就我也是一個自救的過程。長大以後，我就现在就完全不 care 了。就你愛說什麼說什麼，你愛做什麼做什麼。我的原則就是，想解決問題的人
永遠不會把這個事情複雜化。我來跟你說，哎，你看那個誰誰誰這個不好，這個不好，我就是在把這個事情複雜化，我不是在解決問題，我是在挑起事端。就因為我覺得這不是一個特別健康的關係，一定是會爆發或者會有問題的。你知道有的人今天高興把你當兄弟，哥們兒，然後明天可能因為一句話就跟你翻臉了，然后後天可能又和好了。我是觉得就是你不要把你拖进他的情緒当中。我也不会受他情緒变化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义务，没有人有义务去承接去拖住你的情緒。咱们大家的精气神都应该更 focus 在如何提升自己，如何让自己更开心，如何让自己的眼界心胸更宽阔，而不是 focus 在我在这个漩涡里边怎么能如鱼得水，我在这个人際關係當中怎麼能獲得更多的肯定。不要 care 這個東西，因為這個東西不重要，一點都不重要。對，我跟你講，人生最大的成本啊，不是金錢，是你的情緒成本，是你的時間成本。但是呢，我們每個人都非聖人，有情緒很正常，但是這個情緒你要有一個度。就是你把更多的時間花在自己身上，想想怎麼讓自己更加偉大。我跟你講，這點上川普就是格局大。Great again 真的，川普就是大格局的人。他從來不內耗。特朗普有很多處事方法，還有他的一些想法，的確是很值得人學習的，真的。假如我說給你談關稅，我今天先收你500%，然後我再往回縮。生意人就是這樣的，就是我先把它拉滿。他治國和咱們買件衣服一樣，你知道嗎？真的，他治國，因為他是做生意的，對，就跟我跟你講價一樣，對，你要500，我說不行200，然後你說不行300，我說不行220，然後走了，生氣了，走了，過一會兒又回來，他不在意這個，他不在意我的面子，我的目的就是要跟你談成這筆生意。小到再小不能小的事兒，跟大到世界上的事兒，其實道理是一樣的。所以總結一下，今天咱們談話的重點就是，川普是個非常有格局的人。我覺得這個格局這個東西，你是在你的經歷當中慢慢打開的。因為你的心態會越來越穩，你經歷的事情越多，你的心態你會看得越來越開。大家覺得你這個格局是能打開的嗎？是能被打開的嗎？那有什麼好的方法可以把這個格局打開呢？吃頓飯怎麼扯這麼多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咱們從什麼開始扯起來的 ？Runner。對，我們真的是很佩服他這個人，就怎麼就是突然間就成總統旁邊的人了。你看，你要是格局小，當時就恨不得踩他一腳。你現在格局大，哎，你還可以請他當監製啊，那你就不一樣了，是不是？我們當時也付他錢了，但是因為當時那個片子真的是 cursed。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，我們之前有一個想弄一個電影，然後請他做監製，付他一部分錢了，但是呢，那個片子就整個就是撲街，劇本什麼的都挺好的，但是男主演是金宇彬，當時患癌。女主演是白百合，當時出軌，然後 Brad Renner 是監製，又沒有，那是後來先是有那些演員，先是演員折了，然後他又折了，後來我們就想着說，就連監製都折了，我們這個戲可能就不行，就不能那個，但監製又起來了，我們還是很好的朋友啊，是不是？我們沒有說不搭理他了。你跟他合作，你就是相當於100%你跟川普在合作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這麼理解，對不對啊？所以你是可以讓易大罐再次偉大的。我也沒偉大過吧，怎麼就成再次偉大了？好吧，咱們吃飯吧。吃飯挺有意思的，因為我們倆平時吃飯就聊的都是奇奇怪怪的話。我跟你說吧，咱們今天才算有格局的人，因為咱們今天吃飯聊到了Brad Renner，聊到了川普，聊到了這麼多大事兒。我們平常吃飯聊的都是說，哎呀，你看那黃瓜苗蔫了。大家對於這個關於格局，
的一些想法，歡迎大家留言區討論一下哈。就咱有的時候也是可以說點嚴肅的話題的，好吧？今天就到這兒吧，我們繼續吃飯了。歡迎大家留言討論就關於格局啊，關於人生啊，關於就是感悟啊，我們共同成長，共同進步，共同發胖，這個就算了，共同變健康。好吧，今天就到這兒，拜拜。